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哈哈哈，肯定是赚钱了吧？为啥呢？来，各位看看面具人上期节目末尾中说的金句良言啊！来，大家再回看一下昨天的末尾的行情提示。来，7月6号，美国美联储会有加息的消息公布。那结合目前已经跌了7、8天了，面具人我认为啊，比特币、以太坊有一定的概率会在5号左右出现一定的反弹拉盘啊。当然了，这种可能性也仅仅只是诱多啊，大家别当真。看到了吧，各位怎么样？当时是7月3号啊，我就给大家说了，7月5号左右会出现反弹，哎。这不就说准了？为啥呢？因为庄家机构们要赶在7月6号议息会议之前再尽力割一波。没办法，机构它只能这么做。但是这种程度的上涨也只是诱多，拉上去一点点就会赶紧割韭菜，趁韭菜们 FOMO 进去了，哎，此时不割更待何时呀？对不对？所以呢，各位。大家再来看一下盘面啊，比特币从18000强行拉升到了20500以后就跌下来了。哎，当时有收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跟对了这个节奏，哎，操作对方向的话，先涨后跌，哎，那你们都能吃上这个利润嘛，对不对？以太坊的涨幅也不小，从1040涨到了差点1200啊，这俩昨天到今天的涨幅都挺猛的。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跌下来了。所以各位，哎，你看面具人我说的准不准？准啊！那你们看我的节目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往往都喜欢把财富密码和行情走势的预判放在节目最后公布，包括我每期节目的抽奖的神秘数字啊。那今天面具人要讲一些币的市场环境的问题，包括一些散户环境和 DeFi 环境的问题啊。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我提供的财经讯息、经济预判、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没跟上节奏，或者是亏了啊，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在留言区回复，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啊！我大撒币，我给钱，面具人我开心啊！我跟那些个什么，哎，来用我的推荐码赚个几块钱的博主不一样，我每期还给你们几百块钱啊！我乐意，只要你们多多支持我的节目，面具人我就多多的给大家撒钱。那为了公平起见啊，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哎，什么？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撒钱？因为我赚钱了嘛！啊，独乐不如众乐嘛！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可都是可以卖钱的 NFT 哦。好，来说正题啊。关于昨天到今天的上涨啊，我还是保持自己的观点，这种涨幅不具备代表性，因为在昨天涨之前，比特币已经日线8连跌了。你说8连跌了以后出现个1个、2个、3个的单日涨幅，没什么好奇怪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政治环境的因素。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纪要日是在7月6号公布，那么机构就有可能在7月6号之前出现像昨天到今天的这种急拉的走势，这种概率是不低的，老套路了。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次、上一次、上一次的议息会议的前后的走势啊，是有非常大的相似性的啊，屡试不爽。老套路，可是它管用好使啊，对韭菜们最实用。但是你们记住了啊，加息的大跌趋势是不可逆的，加息的重锤效应是绝对的，完全不是它金融机构所能左右的。因为金融机构也不是国家领导人嘛，他更无法定于一尊，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这些金融机构也就只能在糟糕的市场环境之下做最不糟糕的抉择。所以呢，
他们就只能在加息日之前拉一波，先爆了空军的同时，还能再又多一箭八雕啊！看空军都被爆了，哎呀，市场上涨了，牛归来了，大家快 FOMO 呀！FOMO 到我的鸟都激动了，啊，不是我的鸟，是我的鹦鹉啊。但是呢，这种走势、这种操作是绝对不能陷入持久战的，一定要快进快出，见到利润立刻就跑。所以呢，你们才能看到啊，昨天好不容易有比较明显一点的拉盘，拉了一下啊，不到半天一天的时间，今天比特币和以太坊几乎又跌回原位了。为啥呢？为啥呢？因为这个月大概率还是会加息的，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是15%左右，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是83%左右，还有小概率是加100个基点。那各位听到了这个讯息以后，你们觉得机构们会顶风作案吗？哦，把投资人的钱扔进去拉盘，死扛到加息以后，资金成本提高了以后，再把钱拿出来。他又不是脑残，所以呢，这些机构、金融公司，他们也只能在加息之前，做这么一个急拉的动作，也是很合理的，没办法的办法。急拉了以后，然后就得急割，赶紧拉起来，再赶紧割下去，不能给这些韭菜们有反应的时间。剩下的呢，就是再走一步看一步吧。所以呢，你们看面具人的节目。看看我之前的预判断，昨天、前天，包括这一次大跌，这么长时间的大跌它一直跌，一直加息，我就一直判断它不可能好，准不准？准，真的吧？准吧？长期的学习我的思维，如果你能明白、能思考到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做出相应的准确的预判，你还是可以赚到钱的，至少能不亏钱。所以呢，看面具人的节目一定要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才能跟上面具人的节奏，才能减少损失的概率。OK， 我们再来看一下散户的市场环境啊。目前 DeFi 的全网锁仓量已经降低了80%以上了，那这个数字就意味着区块链上面有很多用户都已经不愿意参与质押了。根据这种情况有些网友甚至博主名人们都说了，这种现象代表着抄底的机会来了。但是面具人我不这么认为首先呢 ，DeFi 的锁仓量降低你并不能单方面的说是用户不玩了散户们都跑了，所以抄底的机会来了。其更多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现在的这些DeFi 公司呀 ，DeFi 网站呀，他们实际上都是中心化的，他们随意的可以修改利率，随意的可以挪用你的资金，随意的可以修改游戏规则，把你的钱拿走。难道问题不是出在这儿吗？难道不是整个行业性、市场性的信任危机吗？如果是因为这种原因的话 ，OK， 面具人，我告诉你，你接着抄底，接着死能死多惨死多惨。所以呢，什么这个 DeFi 的锁仓量降低了80%、90%也好，甚至降低到归零，都不能代表它有抄底的机会。反而呢，它越降，只能证明这个行业越有问题。为啥大家都不玩了？你有没有想过为啥大家都不玩了？那我就问你，为啥大家都不吃屎呢？为啥？屎好吃。而且我还想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看房价涨的时候你们还买不起，房价跌的时候那你们就敢买了吗？其实嫌房价太高的和嫌房价太低的很多时候都是同一批人，而且呢这些人他们实际上的心态是买涨不买跌的跌起来他们更害怕。所以呢，外部环境、通货膨胀这之类的问题不改善，市场环境就不会好。所以呢，各位要在目前的这种行情之下过分乐观，确实不是明智的选择。接下来的行情，我们一定还要再看
7月6号美联储会宣布什么样的消息、什么样的政策？当然，也有可能会爆冷，加很小的息，或者是几乎不加息啊。当然了，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这只能说作为冷门选择。如果出现了，那也只能怪你倒霉啊，那也只能怪有些人，哎，我就是要唱反调，我就是要逆着大行情来啊。这些人赌对了。当然了，这是小概率事件，你不能拿你的命、拿你的钱去拼这种虚无缥缈的极低的概率啊。我们只能说留着一手底线。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啊，我们能判断准大概率的事件就行了啊。有个细节你们可以注意，那就是7月6号如果宣布加息了，而且这个加息的幅度还比较大，可是庄家机构们手里的钱未必到交割日，未必到期，所以呢，他们的账还是按照交割之前的利息去计算的。所以呢，他们则有可能还仍然有本钱去拉一波盘逆势上涨，但是这个上涨周期不会维持太长。能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看机构的交割日在几号。当然了，在几号呢，这就是商业机密了，人家也不会告诉咱，我们就无从得知。所以呢，我们只能去做出尽量合理的判断。那总结以上的关键点，我们目前可以得出来比较准确的结论，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明后天，甚至这周结束之前，行情可能会出现比较上下极端的走势。我们还是需要谨慎对待，大家还是可以去玩我长期告诉你们的操作手法，抓跌破整数位，做超短线的撸钱玩法。当然接下来会走出来怎么样的行情的准确预判啊？目前呢很难预判啊，我只能给你说，机构们还会在明天或者是后天尽力一搏，再往上拉一拉，这个可能性不低。当然了，如果说一出现上拉，绝对是为了更急的下跌，具体我们还是要看6号的这个加息会议、议息会议的纪要是怎么说的。如果有什么紧急的情况，需要做出来什么样的操作和调整，我会在会员群里面公告提醒大家的顺便呢，也警惕一下各位有些人那些骗子冒充我，冒充会员群，那些骗子会告诉你我会员群的消息出售，或者干脆直接冒充我本人那在这里我只能警告你，你要是信了那些人，那些公告里面说的东西和我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万一买到了什么土狗或者是诈骗币被反指标了，也不要来找我，因为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你们要加群，只能认准 Telegram 和 Line 的 ID Maskman118 或者 Leto19860425这2个 ID， 其他的都是假的。祝你好运，再见。